欢迎回来，这里是薛定谔梦见猫。希望拥有幸福，是包括动物在内所有具备意识的生命最终极的目标。在过去，按照绝大多数人的逻辑思维方式，会认为只要我有钱，就没有理由不幸福。随着启蒙运动的大力倡导，西方人开始接受了一种理念，那就是幸福不在于精神，而在于物质。如果到内在的精神上去寻找幸福，就等同于到没有幸福的地方去寻找幸福，无异于缘木求鱼。受这种文化的影响，人们更是把发展的焦点转移到极大丰富外在物质上。但是随着300多年前近代文明的诞生，200多年前英国工业革命的爆发，到今天为止，现代文明一方面给我们创造了非常丰富的物质生活，另一方面也让我们面临很多新的危机。虽然物质越来越丰富，知识越来越多，文化水平越来越高，我们却越来越不会做人，伦理道德的底线也越来越低。尽管很多人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拥有庞大的财富，但很多人还是不幸福。现代人类在物质方面虽然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发达程度超越了以往的任何一个时代，但心灵危机也是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无法比拟的。20世纪60年代，欧洲与美国的科学家开始研究人类的幸福指数这一课题。从这个比较可靠的科学数据来看，人类的幸福指数一直都在下滑。美国从上个世纪的60年代到2000年之间的40多年中，人们的收入翻了3番，但离婚率却翻了2番，青少年自杀率增长了3倍，犯罪率增长了4倍，监狱里的服刑人数增长了5倍，抑郁症患者增长了10倍，而且初次罹患抑郁症患者的平均年龄也从29岁下降到14岁。不仅成人会患抑郁症，连儿童也开始罹患抑郁症。抑郁症不但赶走了人们的幸福生活，而且还让人生病甚至死亡。据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预测，在不久的将来，抑郁症将成为全球公众健康的最大问题。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也一直在下降。60年代的时候，西方曾做过一个调查，题目是你能够信任大部分的人吗？有 58% 的美国人和英国人投了肯定票。但到了1998年，在回答同样问题的时候，能给予肯定答案的人只有 30%。 现在大部分的美国人认为，我们没有办法知道谁是真正靠得住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冷漠，竞争、攀比、互不信任、互不沟通，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一切都为自己着想，形成了无穷的压力，从而导致了抑郁症的高发率。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每年全世界有大约 78.6 万人自杀，其比例为每年每10万人中有 10.7 人，意味着每隔40秒就有人自杀，其中 80% 的自杀者患有抑郁症。随着社会竞争的加剧，轻度的精神疾病，如抑郁症、孤独症、焦虑症等心理障碍疾病将像感冒一样普遍。所以我们有必要探讨研究一下，为什么拥有了财富还是不幸福？有什么办法能解决这个心灵危机？该用什么方法让我们感觉更自由、更健康、更幸福呢？要得到答案，我们首先应该思考幸福和痛苦的本质是什么。这是一个人生科学与哲学上的重大课题。虽然有些哲学问题与我们的生活没有太大关系，但这个问题却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有人说有稳定的收入是幸福，有人说有一个和睦的家庭是幸福，有人说周游全世界是幸福，但从佛教的角度来讲，这些都不是幸福的本质。虽然有稳定的收入就有安全感，在安全感的基础上，有可能产生一种短暂的幸福感，但收入本身却不是幸福，而只是产生安全感的一种客观因素而已。同样，和睦的家庭、惬意的旅游等等，虽然可以暂时缓解工作压力，使人忘却感情的挫折，让我们得到比较舒适的感觉，但其本质却不是幸福。那么幸福到底是什么呢？幸福根本就不属于物质的范畴，而是一种内在的感受。这种内在的感受有时候和物质有关，有时候和物质根本没有关系。痛苦也是一样，比如说有些穷人就活得非常开心，很自由，很轻松。当然，如果温饱问题解决不了，肯定很难有幸福感，这是不用质疑的。但2战以来，欧美和其他许多国家开展了154次问卷大调查，
所有调查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金钱能够带来满足，但是效果是最小的。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痛苦。佛经里面提出了3种痛苦的来源。第一个是过度的欲望，此处所指的欲望有可能是对物质的欲望，也有可能是对名声、权力、地位等等的欲望。虽然普通人不可能没有欲望，但假如欲望超标，就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压力、更多的不开心与更多的痛苦。第二个痛苦的来源是自私心。尽管普通人不可能没有丝毫的自私心，但假若对自私心没有管束、不加控制，它就会没有节制的无限膨胀，最后将导致更多的压力和痛苦。第3个痛苦的来源是执着。普通人都会有执着，但执着若是超过了界限，非但不能带来幸福，而且会让我们更加痛苦。只要有了这3个因缘，即使拥有再高的地位、名声和财富都没有用，一定会饱受无限的痛苦与压力。比如说，对一个从乡下刚刚搬到城市的家庭来说，能第一次拥有一套小区公寓楼房，他们会觉得兴奋不已，幸福异常，因为与乡下简陋的平房相比，简直是太舒适、太高级了。然而过了半年、1年后，这种兴奋与舒服就会逐渐消失，逐渐衰退。很多看似与自己不相上下的人，住进了环境优雅的别墅、品质优良的高端住宅区，就会对自己的公寓楼心生厌倦，甚至心生不满。于是他们开始追求更好的住房，并为此承受了各种各样的压力，经历了无数的坎坷。等到终于赚到大钱，买了别墅住进去，一开始也像当年从乡下搬到公寓楼时的心情一样舒畅，但当看到别人住着更好的别墅，开着更高档的轿车时，满足感又会被不平衡所代替。所以用有限的物质来填补无限的欲望，是永远无法让人幸福的，只会让你被欲望牵着鼻子走。如果不加以控制，欲望会更加张狂，最终会将我们撕得鲜血淋漓，痛不欲生。至于自私心，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一个小公司有10个员工，其中1个人的月薪增加了300块，而其他人的月薪都没有变化，这个人就会感到很满足、很幸福。但如果是10个人的工资同样涨了600块，其中的幸福感就没有独自一人增长300块的幸福感强烈。按理来说，收入增长了2倍，应该获得2倍的幸福，但为什么幸福感反而有所下降呢？因为别人也有，所以不开心。如果其他同事的工资都涨了2000块，而自己的工资却只涨了1500块，虽然数量是300块的5倍，但却不会得到5倍的开心，反而会更失落。凭什么自己比其他人少500块钱？太不公平了。再比如，自己所在的某个圈子里有10个人，其中只有自己1个人拥有一辆非常高档的轿车，就会很有成就感、幸福感。如果后来圈里的每个人都买了同档次的轿车，自己还会有幸福感吗？没有了。此处的开心和不开心与物质根本没有关系。其他朋友有轿车，并不会降低自己的轿车档次，自己在物质上并没有什么损失，但精神上却会感到不开心。这些表现都说明我们是自私的，只希望自己独占好东西，而不愿别人也拥有。其实自私是人天性的一部分，是我们为了求生而产生的一种保护机制。然而生命如河，每个人都是行于其上的小船，船上载着太多的诱惑、虚荣、功名和利禄，所以在生活中有太多的困惑和迷茫。载的太多，船会沉，不如分给其他船，在风浪来的时候，也会有人和你一起分担风浪。要想自己有一个顺利的旅行，必须有所准备，该取的取，该得的得，该舍的舍，轻装上路。痛苦的第3个来源是执着。执着有很多层次，从高层次来讲，佛教认为把周边的一切，包括人和物质都看得非常实在，就是执着。执着会产生欲望，随后导致痛苦。不要说佛教，包括科学都告诉我们，世界并不是实有存在的。以颜色为例，物理学家告诉我们，颜色不存在于物体的本质当中，而是在观看者的眼中，是由物体反射出某种频率的光所引发的感觉。物质的颜色只是频率波长不一样的光波投射到我们眼中而产生的幻觉，并不是真实客观的东西。想必各位都看过《黑客帝国》，这个电影所传达的理念就是整个世界不是真实的，
而仅仅是一个电脑程序，将电脑植入人的大脑，然后通过程序来感知世界。虽然这是科幻电影，但该片的导演是对佛教很有研究的。拍摄此片最重要的意图是想告诉大家，世界就像一个电脑程序一样虚幻不实。电脑程序一旦有变化，世界就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如果电脑程序崩溃，世界就会瓦解。就像晚上做梦的时候，在梦里看到的所有东西都显得非常真实，与现实生活完全没有两样。但醒过来以后才知道，原来都是假的。我们的现实生活也是一场梦，而且是一场多生累劫无法醒来的梦。如果有一天你开始恍然大悟，那也不意味着你要放弃家庭，放弃事业，消极遁世，不负责任。很多悟证了的菩萨，其外表可能是一个领导、商人或清洁工，但他们的内心却不会把这个世界看成实有的东西，而是随缘，随着因缘走。他们知道，现实生活中的所有事物都逃不脱因果循环的罗网，都不是随着我们的喜好而发展的，不会为人的意志所转移，该发生的就会发生，不是我们想有就有，想没有就没有的。虽然我们的主观意识无法改变世界，但我们可以调整自己的心态，以正常健康的心态去面对客观的处境，这样也能增强自己的幸福感。很喜欢这样一段话：你若爱，生活哪里都可爱；你若恨，生活哪里都可恨；你若感恩，处处可感恩；你若成长，事事可成长。说到底，幸福与否，看的并不是你拥有多少，而是你有怎样的感受。当你能用心感知到生活中的小确幸，对万物常怀感恩和敬畏，记得努力珍惜自己已经拥有的，不为得不到而满腹抱怨，你的人生自然就会离幸福越来越近。薛定谔梦见猫，好奇心连接你我。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我们下期再见。